昏暗的地下停车场，职业的保安被一阵奇怪的动静吸引，他顺着声响来到停车场深处，灯光忽明忽暗，一辆落满灰尘的轿车里传来呼救声。对方表示自己一觉醒来就被困在了这里。保安试图打开后备箱，却无济于事。他急忙叫来自己的同事，男人还在挣扎呼救。几个保安合力打开后备箱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，积满的灰尘也仿佛预示着这里根本没有人。气氛瞬间变得诡异，一旁的春娇有些害怕，急忙出声打断了男人。原来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几个烟民在讲故事。2007年，香港开始实施室内全面禁烟，烟民们被迫从办公室转移到后巷抽烟。故事讲完，轮到一个绰号公公的人，他要讲的是一个同事的八卦。那天公公和几个同事搞定了一个难缠的客户，于是大家便提议吃顿好的庆祝庆祝。公公在同事们的怂恿下开了瓶很贵的红酒。之后同事志明的女友慧英姗姗来迟，并自告奋勇做第一个品酒的人。慧英摇晃着酒杯，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，自然也就注意到了那根夹在她手镯上的不可描述部位的毛发，并且那根毛发一定不属于志明，因为它是金色的。几个同事心领神会，志明被戴绿帽子这件事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意识，也来到后巷抽烟。春娇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番，众人借口有工作一哄而散，后巷便只剩下志明和春娇。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春娇的老板打来电话，他急匆匆地和志明告别，穿过2个街口回到自己上班的地方。第二天，送外卖的比特给大家带来了鸡翅，几人纷纷开启了点餐模式，希望下次能带可乐和烤饼。志明要到对面接办点事，春娇也顺道跟他一起离开。两人边走边聊，春娇表示自己上周在铜锣湾见过志明，那时候他喝得烂醉如泥。志明对此没有印象。春娇又突然说起了 UFO， 他问志明为什么外国总是有看到 UFO 的报道，香港却没有。志明表示可能是因为外国的房子低一点，天空也更广阔一下，所以容易看到。香港的天空被高楼挡住，即使有也很难看到。见春娇感兴趣，志明想起他曾看过一篇40年前华富村 UFO 的报道，于是便要了他的通讯地址，打算找到后传给春娇。晚上，春娇在卡拉 OK 为朋友庆生，周围的吵闹气氛让他觉得烦闷，便给志明发去讯息，问他有没有找到那篇报道。此时志明正和几个同事在一起吃火锅，新来的小黑正低着头打游戏。麦克问他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打游戏的，小黑头都不抬，回了句关你什么事。众人哈哈大笑。公公十分欣赏小黑这种保持自我的态度。志明和春娇一问一答地发着简讯，最后一拍即合，打算出来散散步。外面下着小雨，两人撑着一把伞走在街头，路过一对卖贴纸的中年夫妻。春娇觉得他们很幸福，志明却认为他们不是做生意的，而是在帮附近卖走私烟和色情光碟的摊档放哨。那些贴纸积了厚厚的灰，都不知道摆在那里多久。于是两人便停在不远处观察，发现有客人上前询问，夫妻俩都不予理会。事实好像真的如志明所说。这时春娇又注意到了栏杆上的一只大蜗牛，他们觉得十分新奇，正摆弄着蜗牛时，一个卫生员走了过来，问志明地上的烟蒂是不是他扔的。志明急中生智，假装自己是日本人，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。卫生员想让春娇充当翻译，春娇也比比划划表示自己是个韩国人。就在即将糊弄过去时，口袋里的手一艰难测，春娇气喘吁吁地拿出哮喘喷雾。志明见状劝他少抽点烟。朋友们扣春娇回来一起切蛋糕，志明没什么事情可做，春娇便邀请他一起回去。春娇将志明介绍给他的朋友，大家开开心心地吃了蛋糕，热热闹闹地唱歌。最后散场却有些冷冷清清，因为春娇的男友要来接她。志明这才知道春娇并不是单身。离开 KTV 后，无所事事的志明去了下一个局。春娇回到家给男友家好煮了面，两人已经同居5年，感情变淡，矛盾加深。也许是被点燃了许久没有的新鲜感，春娇十分享受和志明之间的似有若无的暧昧情调。得知志明和朋友在酒吧，春娇意有所指地表示自己就暂时不妨碍志明和美女们共度愉快周末。志明也很快回复了消息，说单身就是这么自由。两人的文字中都藏着弦外之音，互相试探拉扯。一打断他的话，问是不是要和自己约会。志明被戳破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春娇问他要去哪里，志明表示自己还没想好。这时前女友慧英和法国总监也出现在后门，志明的脸色不太好看。春娇调侃他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是不是很尴尬？于是拉着志明来到一个人很少的巷子。两人都是思维跳脱的人，聊起天来不会冷场，也愈发的合拍。据慧英说，志明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最喜欢做的事是外带冰淇淋时和店员索要能坚持2个小时的干冰，回到家把他们都倒在马桶里，看着烟从里面涌出来的样子。这个可能不怪他，因为听起来确实很有意思。聊了很久，觉得志趣相投，便打算见面。7点的时候，两人在酒店大堂见了面。后来男人说要去开个会，结束后再一起吃饭，但是春娇陪佩娜等了好久都没等到人。志明看了看佩娜发在网上的照片，又看了看佩娜本人，断定那个台湾男人一定不会回来，因为佩娜看照片是公主，看真人是番薯，典型的网恋见光死。志明打算送春娇回去，两人来到地下停车场，志明去取车，春娇等在原地。不多时，周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春娇顺着声音来到一辆车子旁边。这一幕和比特讲的故事如出一辙，春娇十分害怕，
这时志明从车旁跳了出来，原来是他在作怪吓唬人。看来比特的故事传播度很广，大家耳熟能详。志明将春娇送到楼下，被阳台上的嘉豪看到，趁着春娇洗澡的功夫，他看到了志明传来的简讯，内容十分暧昧。春娇一再否认和志明有关系，嘉豪质问他是没有还是没发生，这算是问到点子上了。嘉豪确实没有冤枉春娇，暧昧就是暧昧，大家彼此心知肚明，不明白为什么放到明面上又死不承认。春娇反复思考后决定结束这段5年的感情，她给志明打去电话，请他晚上过来帮自己搬家。春娇的东西不多，她直白地捅破了和志明之间那层窗户纸。志明这个时候却比较含糊。两人来到酒店，料想中可能发生的却没有发生。志明说来日方长，有些事不需要在一个晚上做完。两人就这样相互依偎度过一晚。翌日，春娇给志明打去电话，他这周的短信费比之前1个月的都要多，于是便打算转到志明的网络，两人联系起来也会便宜一些。志明含糊其辞，说自己正在忙，他们认为对男人越好，反而会让他们越害怕。春娇拿不准主意，他约志明一起出来抽烟，对方很快回复好的，但却没到两人的秘密基地，而是出现在人很多的那个后巷。春娇有一瞬间的失落，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进一步，志明反而要退一步，于是便也没什么心情抽烟，简单和几人打过招呼后离开了后巷。感受到春娇情绪不对，志明打去电话约她明天在后巷见，还特意表明只有他们2个人。春娇虽然话里说看情况，嘴角却忍不住扬起，两人都在不停地拉扯试探。第2天中午，两人在秘密基地碰面，志明问起转网络的事，春娇表示下个月会便宜点，反正也不是很急，就再等等。志明看向不远处和春娇搭话的警察，询问起了两人的关系。春娇表示只是和他一样的烟友，志明反驳说不一样。春娇问他有什么不一样，志明却支支吾吾起来，一碰到敏感的问题他就开始逃避。春娇失望地转身离开。第2天，香港政府出台了提高烟草税的文件，香烟将在当晚12点过后大幅涨价。志明和春娇这样的烟民也赶在文件生效前囤货，两人在便利店偶遇。志明问春娇准备去哪，春娇表示当然是继续去买烟。志明提出不如一起，于是两人奔走在城市的街头。志明主动挑起了话头，他向春娇道歉，表示只是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有点太快，明明只认识1周而已。春娇不理解，他希望志明有什么话可以说清楚，假如他真的不想这么快开始新的感情，只要说出来自己无所谓。志明拿过春娇的手机，把自己发给他的那条短信导了过来。春娇这才知道自己以为是乱码的那个信息，原来是 I miss you。 明白过来的春娇瞬间开心起来，两人终于确定了彼此的心意，爱情游击战落下帷幕。